家好，我是小胖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一位网友提供的，是发生在他们新搬进的公寓卫生间里的诡异事件。卫生间是每个家庭不可缺少的房间，有了它，不管是洗漱还是方便，都变得十分的便利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卫生间里常常隐藏着一些不可告人的诡异秘密，它们潜伏在这些狭小而密闭的空间里，不经意间也许就会与你擦肩而过。吴刚是一家最近刚刚搬来这栋公寓楼的，虽然是二手房，但是他很喜欢这个新家。这里宽敞明亮，比自己以前的房子呀要干净了许多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里有卫生间。以前的老房子是平房，上个厕所都要去公厕，洗澡也得去澡堂子，不但不方便，而且环境也脏。现在呀，有了独立的卫生间，非常便捷。吴刚是家里的次子，正在念初一。他有一个比他大2岁的哥哥，叫吴越。平常父母忙着上班赚钱，很少有时间顾及家里。他在家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和兄弟俩一起度过的。每当放学回家，兄弟俩呀就自己先准备晚饭，然后先自觉地完成作业。他们虽然年纪不大，却也懂得父母的辛劳，知道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是靠父母辛苦上班得来的。所以啊，两个人在学习上是格外的用功，他们都想考好的学校，出人头地，然后自己赚钱养家，回报父母。不知不觉，吴刚啊已经在这个新家里住了2个多星期了。这一天是周末，又赶上放暑假，可是却下雨了。不过这并没有对吴刚兄弟造成什么影响，两个人一起埋头做着作业，投入的甚至连午饭都忘记吃了。等到两个人揉着疲惫的眼，已经是天黑了。吴刚抬起头看了眼墙上的挂钟，发现已经是8点钟了。一整天没有吃饭，他的肚子已经是饥肠辘辘。他走到哥哥的卧室，推开门，小声地说道：“哥，咱们吃点啥呀？”“哎，我没胃口，就是想睡觉了。冰箱里有昨天剩下的炒饭，你自个儿啊热一热吃了吧。”吴越无精打采地躺在床上，昏昏沉沉地说道：“爸妈呀，今晚加班也不回来了，你自己呀早点睡吧。”“好吧，那晚安了。”吴刚小声地从哥哥的房间里退了出来，小心翼翼地带上了门。哥哥明年就要中考了，心理压力非常大，吴刚看了也非常心痛，但他知道自己也做不了什么，只能默默地给他加油。简单的吃过晚饭之后，吴刚便回到了自己的卧室。他拉开窗帘看了看窗外，雨还是没有停，雨滴打在了玻璃上，泛起了一道一道的波纹，根本看不清外面的状况。吴刚无奈地摇摇头，走到床上躺了下来。没过多久，他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时间过得飞快，不知不觉地到了半夜。就在吴刚睡得正酣时，他的肚子突然隐隐作痛起来。吴刚缓缓地睁开眼睛，伸出手轻轻地揉着肚皮，试图让肚子好受一些。但是这似乎是没有什么效果，反而是疼得更加厉害了。一定是吃坏肚子了。吴刚不情愿地从床上爬了起来，他摸着黑按了卧室灯的开关，却发现怎么也不亮，看样子似乎是停电了。没办法，他只好加上手电筒，又加上一本书，直奔卫生间。一进卫生间，吴刚便迫不及待地坐到了坐便器上。他把手电筒平放在洗手盆上，打开书看了起来。这正是他打发无聊时间常用的办法。即使肚子不舒服，只要看会儿书也能够转移注意力，让自己感觉没有那么难受。吴刚打开书，刚看了没几页，突然听见他身边的淋浴间里传来了哗啦哗啦的细小的流水声。
吴刚心中一惊，连忙抓起手电往浴室的方向照去。借着微弱的光芒，吴刚赫然发现淋浴间的玻璃隔断下方出现了一双苍白的脚丫子。那脚啊，白的没有一点血色，上面也湿漉漉的沾满了水，看上去让人觉得很不舒服。哥，是你吗？吴刚紧张地问道。过了许久，淋浴间才传出了一声沉闷而冷漠的回应。哎呀，真是吓死我了！刚才我进来的时候怎么一点声也没有啊？我还以为没有人呢。他有些抱怨地说道。以后你可别这么吓唬人了啊，你知道我胆子小。吴越依然是一句相同的回应，之后就再也没有说话。淋浴的方向只剩下了哗啦哗啦的水流声。见哥哥对自己爱答不理的，吴刚只好转过头继续看自己的书。他太了解自己这个哥哥了，他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，即便是在家里，只要没什么重要的事，他是从来不会多说一句话的。哥哥不搭理自己，他也没必要自讨没趣啊，只能各干各的事儿。大约10分钟之后，吴刚的肚子终于好受了些，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子，按下了冲水开关。他往淋浴间方向瞥了一眼，只见那边依旧是哗哗流着水，哥哥那双苍白的脚丫子也依然一动不动地踩在上面，似乎并没有离开的意思。哥，你还没洗完呢，我先回去睡觉了啊。吴刚拿着手电筒懒洋洋地推开门走了出去。正当他路过哥哥房间的时候，突然门吱呀一声开了，一个黑色的人影缓缓地走了出来。看到这一幕，吴刚顿时吓得尖叫了起来。有贼呀，哥，快抓贼！什么贼呀？大半夜的你瞎喊什么呢？对方不高兴地嘟囔着。听到这么熟悉的声音，吴刚的心里突然一震，发现来人正是他哥哥吴越。哥，怎么是你呀？你不是刚才在卫生间洗澡呢吗？吴刚目瞪口呆地看着哥哥的脸，大声叫道：胡说八道，我才正要去卫生间洗脸呢。吴越一边打着哈欠，一边不高兴地回答道：那刚才在卫生间里那个人是谁呀？吴刚后背顿时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，他连忙回过身往卫生间跑去。到了卫生间门口，他屏住呼吸，忐忑不安地打开了手电筒，缓缓地朝着淋浴方向照去。但是这次再看淋浴位置，却是空无一人，那双苍白的脚早已不见了，流水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戛然而止了。卫生间里静悄悄的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啊！吴刚惊恐地尖叫了一声，倒在了地上。从这天以后，吴刚再也没有晚上去过卫生间，即便是白天上厕所的时候，他也是非常的害怕，也不敢看淋浴的位置，因为他害怕再次看到那双苍白的脚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小胖欢迎你下次再来，再见。